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宛如一個巨大的水晶脆片，像是時光在層次中劈開了一道裂縫。這個具有40個展廳、1800多萬件藏品的博物館，究竟有什麼鎮館之寶？今天我們來一探究竟。走進1樓主展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恐龍展廳。這裡展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恐龍化石之一，這就是最有名的暴龍骨架，名為嘎多。它高有5米，長約24米。據說當年 ROM 的生物學家為了運回這具化石，在美國蒙大拿的荒野中挖掘了整整2個月，連睡覺都在化石旁邊搭帳篷。當他們將暴龍的骨骸運回多倫多時，全城報紙以頭版刊登：“我們有了自己的巨獸。”這頭恐龍在安大略沒吃過一個人，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人。英國女王曾給 ROM 題詞：“我有皇冠，你們有恐龍。”中國建築展廳有一個 ROM 的鎮館之寶，就是明朝名將祖大壽之墓。它完整的把明代墓葬構件一地重建，整個外層的石刻雕像布滿了延年益壽之意，配合祖大壽之名，特別有其象徵意義。因為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間，長壽神、八仙、鹿賀松等長生意象都是傳統文化的一種體現，而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以原構件重建墓冢於前世，讓普通觀眾得以步入體驗中國的墓葬文化，所以把明代的祖大壽將軍的墓作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確實是名至實歸的。ROM 的亞洲藝術館藏量之豐，堪稱北美第一，尤其是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的文物，數量達10萬件以上。這裡有戰國時期的銅器，有唐三彩、宋代瓷器，還有從中國原樣搬來的明代佛寺造景天頂，可以原地抬頭，看到古人對建築美感的極致追求。這個明代鎏金觀音像，據說是1915年中國北方一場動亂中被中外學者救出的，經多次轉手捐給了 ROM。這段故事在當時被稱為文明的漂流記，它提醒世人，文化財產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記憶。ROM 的另外一個鎮館之寶，就是元代的四觀壁畫，名字叫彌勒天堂。傳說是朱浩古1298年的作品，他原來在山西的一座佛寺，主尊是未來佛彌勒，他的周圍有護法神與俗眾，畫中還有國王與王后落髮受度的場景，象徵着皈依佛法。在20世紀初，壁畫被拆運到海外，並由 ROM 收藏並多次修復。它也是 ROM 中間最具代表中國四觀藝術之一，少見的整體寺院壁畫保存於海外，此幅超過了11公尺寬，
能讓國王和王後放棄世俗的王位和財富，說明佛法無邊，回頭是岸的精神追求，這也是佛家的最高境界。羅姆的又一個鎮館之寶，名不虛傳。來到加拿大，不能忘記原住民。記住原住民，就要記住原住民的圖騰柱。在羅姆博物館中間，共有4根原住民的圖騰柱，最高達24.5米，也是19世紀現存最高的圖騰柱之一。最上面一般是鷹，象徵着飛翔；中間一般是酋長的雕像，下面還有海洋生物、魚等，表明家族當時的居住地。一根图騰通常立在當地家族的村落的地界上，象徵着傳承、擁有，也記載着家族的歷史、年輪與文化。當然，原住民的藏品不限於圖騰柱，還有豐富各樣的藏品。羅姆中還有一個鎮館之寶，就是一顆重達900克拉的罕見鉛細礦物，也叫方鉛礦。羅姆給它命名為沙漠之光。這顆礦石來自納米比亞的楚梅布礦區，它以晶體火彩、色散，甚至高於鑽石而聞名，成為羅姆地球寶藏展區的鎮館之寶。當然，這個展區的奇珍異寶遠不止此，大家盡可以一飽眼福。這件彭布洛克伯爵鎧甲由皇家格林威治軍械庫量身定制，柔軟精緻，也屬鎮館之寶。對古代文明感興趣的網友，肯定不能錯過埃及館。起源於公元前3000多年的古埃及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達到巔峰狀態。這時候，古埃及帝國的版圖已經擴展到了亞洲和非洲。展示板上所說的圖騰模式3世的17年遠征，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看來能夠記錄歷史的都是石頭。這件克里奧佩特拉7世半身像也是鎮館之寶，它是花崗岩材質，屬於罕見的托勒密時期埃及女王形象。這座女戰神塞赫邁特雕像，公元前1360年作品，也屬於鎮館之寶。總結一下，博物館的8件鎮館之寶分別是：嘎多巴勒隆骨架，它是真實化石裝配，全球少見；明代主大獸陵墓，現場還原，不可多得；彌勒天堂壁畫，舉世罕見；還有加拿大原住民的圖騰柱、巨型寶石沙漠之光、歐洲文物彭布洛克伯爵鎧甲、埃及女王石雕半身像和女戰神塞赫邁特雕像。這8件鎮館之寶不僅時代久遠，做工精細精美，從恐龍到古埃及，從亞洲到北極，羅姆不僅是時間的裂縫，還是知識的光，它可以連接過去，理解未來。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
時候也能把我想起。